现在开始，我们开讲了，将会把演播室带到各个地方。有人说他是跟上海一起长高的男人，有多少人能指着浦东说，大家看那些楼，那都是我的？这个现在也是我们在建。龚健，上海建工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中国最高的上海中心大厦，我都是全过程参与的。听说前不久利奇马来的时候，您立马跑到上海中心的楼里边，您是不放心吗？85万吨的大楼怎么样建在这个像豆腐一样的这个地基上？36年来，龚健亲手描绘了城市的天际线，他又会如何看待超高层建筑为中国带来的变化？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70周年，都在说中国的高度，未来我们的高度的极限在哪？从超高层地标建筑，我们可以读懂这个城市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开讲了，加上海，本期演讲者龚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气血康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感谢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开讲了，刚刚过完7岁的生日，我们收到了很多观众给我们的留言和祝福。当然，在观众留言当中，我们突然发现，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和心愿，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到现场看一次开讲。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开讲了，策划出开讲了家这个系列，将会把开讲的演播室带到各个地方，和当地的观众面对面的去敞开心扉的交流。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70周年，我们策划了开讲了家上海系列。此刻我们是在黄浦江上的东方明珠号游船上，我身后大家看到的就是上海最富有标志性的一些景观，外滩、东方明珠塔。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当他们看见这样的风景的时候，他们内心的感受可能和我们还不一样。尤其是那些用自己的双手，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地在改变这个城市面貌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开讲嘉宾，有人说他是跟上海一起长高的男人。上海在不断的变高，但是他是陪伴和见证这一变化。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开讲嘉宾，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龚健。我们上海中心是世界第2高楼，中国的第1高楼，632米，是我参加的最高的超高层工程建设。36年的时间，上海城市的一些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要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在上海那个时候还基本上是没有超过100米的这样一个建筑。上海商城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的第1个超高层建筑，168米。如果我们从今天来看，觉得这个高度可能并不高，但是在80年代，它肯定是规模最大，也是高度最高的上海的一个超高层建筑。比如说我们这里来看这个大的圆柱，还有呢，这个呢是旋转楼梯，还有当中是没有柱的旋转楼梯。各种类别，在当时80年代能做出这样一个圆弧形的建筑，难度也是非常大。38个月几乎天天都是在这儿，所有的这个基础地板在做完的时候，每一层我都爬进去过，都去检查过。这个也是我的一个超高层工程建造的一个起点。36年的时间，从2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住宅建筑，到632米，中国的第1高楼，
我们感到骄傲。有请。您好，冯总，欢迎您。我为什么说今天在这个游船上一定会有人看着两岸的风景感受不一样？龚老师就是其中之一。您可以给大家简单说说这个浦东现在大家能够看得到的这些高层建筑里，您参与过的大概有多少？大家现在如果往这个方向看的话，可能会看到东方明珠电视塔。后2栋楼是70的2倍，就是140米。那么这样的话是以极差往上升的话，就是它有一个整体的和谐的美。所以这背后也有着设计师和建筑师们很多的智慧。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关心的。听说前不久利奇马来的时候，您立马跑到上海中心的楼里边，您是不放心吗？不光看了，我听说您好像您还自己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对，我专门在那个上面拍了一段外边狂风暴雨的一段视频。啊，这是您拍的吧？对。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上海中心大厦建完了之后，我们都非常关心它在台风以来它的响应程度，而且我们大楼里实际上还有一个人称镇楼的非常神奇的一个比较科幻的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它是有12根钢绳索吊着一个1000吨的这样一个装置。这个阻尼器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减少大楼的摆幅。所以那天在那个大风当中，最后那个晃动的幅度是多少？您测算了吗？平时如果我们到上海中心顶部去参观这个装置的，它是纹丝不动的一个装置。那么在那天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一个1000吨级的装置，它的单边摆幅达到了建楼以来的最大值75公分。所以它在这个摆幅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控制整个大楼在风和在作用下的摆幅，来增加人在大楼当中那种舒适度的一些感受。所以这个阻尼器是放在大楼的什么位置？有人知道吗？现场？在顶楼，放天台上。这个阻尼器应该是在高楼的。它总的来说呢是放在大楼偏顶部的。偏顶部的。是在
125层的这个层面。我们大家如果上去的话，可以看到上面的观光层，观光层是118层，它是放在观光层上面的这样一个装置。而且我觉得在利奇马当天，您到楼里去，其实也起到了很重要的稳定军心的作用。在楼里工作的人一看，工程师都来了，那没事儿。其实啊，要讲到龚总和上海的一起长高的故事，不光是从东方明珠塔开始，其实早在80年代，上海商城就已经开始了中国人自己探索超高建筑的一个开端。那么这几十年，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感受要和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把讲台留给龚总，有请您为我们开讲。我们大家知道，城市的发展实际上跟建筑是息息相关的。就从1885年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它建造了一栋10层楼高的，它是家庭保险大楼，当时只有10层高。那么这栋建筑呢，就被建筑史上誉为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一个高层建筑。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中国，那么在我们中国上海，也就是在我们背面的外滩，中国建造了原来叫志林西报大厦的这样一栋大楼，它的高度也是10层楼高。这栋楼被誉为是中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这样一个高层建筑。那么这栋楼呢，它当时是1923年建的，也就是说，世界上造了第一栋具有现代意义的高层建筑以后，中国是38年以后建了类似于有这样一个影响力的这样一个建筑。那我们再来看的话，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经常大家会听到摩天大楼这个词，但是在世界范围里，多少高的大楼才算摩天大楼，其实并没有一个定义。如果我们把以400米高的这个等级作为摩天大楼这样一个标准来看的话，那么世界上的第一栋的这个摩天大楼，应该是诞生在美国的纽约，就是在纽约的帝国大厦。大家肯定看过美国的一个金刚电影，最后那个金刚爬到屋顶上去的那个就是帝国大厦。1931年建的，381米高，它保持了世界第一高楼的时间超过40年。那如果我们再回到我们中国来看，中国第一栋400米级的这样一个超高层在哪里？其实就在我们的浦东。1998年建造的金茂大厦，这个当中的时间67年时间。如果从那个时候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国内外的超高层建筑的一些发展的话，我们还是以400米这个作为一个摩天大楼这个界限来看，世界上有多少栋？一共只有26栋。中国占到几栋了呢？14栋。如果我们再往下延伸的话，延伸到以300米如果作为一个界限再来分的话，世界上共有3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147栋。中国是几栋呢？72栋，也是半壁江山。所以说，我们如果从今天来衡量的话，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个超高层建造的一个大国。世界上总量当中，我们基本上都占到了半数。遍数全球最繁华的一些大都市，每都会有一栋或几栋标志性的建筑。那么这些标志性的建筑，背负着一个城市的经济使命和人文形象。每一栋标志性的建筑，往往反映了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可比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些工程在建造过程当中，它不仅反映了工程建造的一个发展，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从超高层标志性建筑，我们往往可以读懂这个城市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那如果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推到解放以前，当时的时候，浦西的发展和浦东的发展完全是不可比拟。那个时候，浦西就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但浦东当时的情况都是一些低矮的
一些居民的住宅楼。所以当时上海也有一个说法叫“您要浦西的一张床，也不要浦东的一栋楼”。整个黄浦江的两岸，在黄浦江上没有一座桥梁，在黄浦江的底部，那个时候只有一条隧道，这条隧道就是最老的那条隧道，叫达浦路隧道。当时实际上这条隧道完全是从军事的备战的角度来建设的这样一个隧道，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要走这条隧道的话，那必须都要开证明的。80年代是我们国家高层建筑发展的，我觉得是一个小高层阶段，而且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一些建筑建在上海。什么算是超高层建筑？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把整个高层建筑分成4大类，其中超过100米的和40层以上的，它把它界定为超高层建筑。如果要找一栋楼是最有名的建筑的话，那应该来说是当属现在在上海展览中心南京西路这一侧的上海商城。实际上，上海商城也是我本人的第一栋参加的超高层建筑。我是83年从学校到了单位，在我们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那个时候脑海里看到的都是美国400多米的建筑，而中国只是仅仅刚刚超过100米的这样一个建筑，所以那个时候的差距何等之大。上海商城这个工程从突破100米以后，它的高度一下上升到了168米高。最关键的就是上海商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工程，大堂是一个1.8米的大柱，里边有各种形状的旋转楼梯。我们可以看到的栏杆也好、梁也好等等，都是形状非常奇特的。所以在这个工程当中，我们通过研发，采用了非常先进的这样一个工艺，非常高质量的把这个工程建完了。实际上，我们80年代建造的这些楼，也为我们后续的楼创造了条件。我记得当时在上海商城结束的时候，有的人在跟我说：“他说龚健，你上海商城也建过了，今后可能就不会再碰到难题了。”其实这个话说了还没有1年，难题就来了。我虽然是出生在上海，在1990年的时候，因为东方明珠电视塔的开建，所以我才到这里来。所以那个时候的我记得很清楚，从浦西到浦东的时候，我们都是以摆渡船过来的，上下班都是以摆渡的。那个时候黄浦江上还没有桥，所以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浦东开放才刚刚开始的。东方明珠是1994年建成的，建成的时候是中国最高的塔，世界第3高的塔。它也是中国90年代的最高的一个构筑物，它的高度是468米高，整整比上海商城高了300米。也就是说，我们国内实际上是从168米突破一直到468米这样的高度，300米的突破，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刚拿到这个建筑，对我们来说是有些措手不及的。上海商城虽然有很多的经验，但上海商城的这个模架，在东方明珠是没有办法用的。它的体型非常特别，我们当中称为3筒体，边上称为协同体，还有上面还有球冠和上面的天线桅杆。所以实际上在这个建造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建造方式和我们的楼是不一样的。最后我们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克服了它的难题，最后把工程建完了。所以从90年开始，除了东方明珠建完了之后呢，我就到了金茂大厦。那么这个时候在金茂大厦建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在边上的这块地，也就是低矮的、拥挤的那个民宅的那个区域，今后会成为一个中国的第1高楼、世界第2高楼。那么直到呢环球金融中心2008年将要建完的时候，我才知道将要建造一个中国的第1高楼。所以当时非常憧憬，当时也不太清楚上海中心大厦今后会长得什么样，我当时也是非常期待。那么在这个之后，就是2015年，我们又建成了新的中国的第1高楼，它也是仅次于迪拜塔的世界第2高楼——上海中心大厦。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上海中心大厦它的总重量85万吨，
上海是一个软土地基。软土地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如果用一个比喻的话，它就像一块豆腐。我们大家知道，一块豆腐放在这里，当你放东西的时候，这个豆腐就塌掉了。85万吨的大楼怎么样建在这个像豆腐一样的这个地基上？如果形象一点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如果拿一块豆腐在这里，我们如果用一个牙签把它一根一根插在这里，你当上面再放东西的时候，它的承载力会大幅的提升。那么我们工程当中在采用的时候呢，我们专业上就叫打桩。但是在上海中心大厦建设过程当中，边上的5星级酒店都建设了，边上的高级的楼都已经建设了，所以再用打桩的这种方式就不现实了，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采用新的途径，所以就采用钻孔灌注桩。整个这个基础的它的位置可能放下1000根的桩，一根桩要基本上达到1000吨，才能把85万吨的这个大楼支撑起来。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上海中心大厦最后通过研究，那么采用了就是在我们国内首创的一些技术。我们大家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下边的时候没有风，但到上面有可能就是8级风，再大风的时候有12级，等等。在雨天的时候，上面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环境，高空复杂环境的施工是一个关键。所以从东方明珠开始，我们就首创了我们现在专业上叫做整体钢平台模架的这样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可以沿着楼层的建高它不断往上延伸，它会为操作工人形成一个封闭的这样一个空间，来在当中进行安全的作业，来进行大楼的顺利建造。所以这个整体钢平台从我们的东方明珠的第1代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上海中心，已经有5代的发展，所以也形成了我们中国在模架装备当中一个独特的一个装置。这个是中国首创的一个装置。其实90年代至今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建的这些建筑的话，那么使得我们国家在超高层建造技术方面，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环球金融中心的基础底板28900立方米，曾经创造了建筑工程大体积混凝土一次浇筑裂缝控制的记录。到上海中心大厦，方量达到了6万多方，混凝土一次泵送的高度达到了606米和610米的这样一个高度，这个高度也超越了迪拜塔，成为新的国内外新的纪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它的一个结构。上海中心大厦采用了叫双层玻璃幕墙的体系，一个旋转上升的这样一个结构，120度的旋转，55%的这样收分上去的这样一个建筑。但这个建筑的形成实际上是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当时在风洞实验室做了大量的实验，不同的旋转角度、不同的收分比例，做了很多的模型，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就是现在的这个结论，就是当你旋转120度，55%向上的时候，它可以减少风荷载24%。风荷载的减少，也意味着我们大楼的结构材料的节约，所以这也是绿色环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材。当然，在超高层当中，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关键的一些问题，可能大家也比较关心。就比如说我们的超高层建筑该不该建？我觉得像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的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超高层是一种必然的途径。那么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比较，我们外滩从外摆渡桥一直到延安路的第1排的建筑大概是有60万平方米，上海中心整个一个大楼是50万平方米，相当。也就是说，上海中心大厦利用了8000平米的这样一个占地，要比外滩整个一排的占地面积要小得多。我们把地下空间相互之间的互联互通都连起来了，里边可以容纳3万人，我们达到了14倍的这样一个利用率。从我本人来说，1983年进入单位，工作到现在已经36年的时间，也非常幸运，能赶上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时期，同时也能够赶上浦东开发开放的这样一个时期。1990年的浦东开发开放一直延伸到现在，给我们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也使得我们国家的在房屋建筑这个领域达到了国际的综合的领先的这样一个水平。谢谢大家。再次掌声感谢龚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
云南白药气血康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邀请您继续关注开讲了。不得不说，龚总的开讲虽然听着语调平淡不惊，但是内心的这种强大的力量，确实能让我们感觉到一种震撼。而且您的气场太强大了。本来您在刚开讲的时候，我们的船一直是停在岸边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说是台风要来了，所有的客运船舶全部都只能停靠在岸边。我们还很遗憾，我们说，哎呀，龚总来开讲，他的作品就在旁边，船开不了，我们看不见呢。话音刚落，那边说台风减速了，而且不光减速，现在外面风和日丽了。所以这个总工程师确实胸有成竹的这种状态，这种气场，确实让人折服。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央视网图文直播，有很多的网友也在线观看，并且提出了他们的问题。首先进入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来看一下网友提出的问题。第一次看到东方明珠是在电视上，那时候东方明珠在浦东是一枝独秀，而如今来到上海，最高的建筑已经变成了上海中心。建筑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那么我想问龚老师，您觉得中国还会建出更多、更好、更高的标志性建筑吗？建筑的发展在未来是只能体现在高度上吗？从我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我当然希望有比上海中心更高的一些建筑，更具有挑战，使得我们的超高层建造技术能够持续的在做一个发展。但是我觉得，持续的往上升，我认为也是可能不可持续的。有极限。所以我们既要考虑到这个城市的需求，也要考虑跟周边的环境的一些影响，所以不能简单的就往高度方向发展，而是应该往内涵方向发展。比如说在建造的手法上面，融入数字化的建造技术，结合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来改变我们的一些方法。希望在今后的若干年当中，我们的建筑既能够建得高、建得多，同时又能够建得更加好。希望在这个方面做出一些努力。所以，我想优秀的建筑师们未来一定不是盲目的追求高度，而是追求技术的深度，以及对建筑和城市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接下来是现场观众的小纸条问题：您和建筑设计师的关系好吗？这是啊，设计师把图纸拿来了，往上一放，盖吧。跟设计师的话，确实是在我们国家，等于是两个职业。这雨啊，这个雨是设计师派来的。这我跟你讲，你看一问到这个问题，马上雨来了。因为我们国家实际上在工程建造的时候，实际上首先要把这个大楼设计出来，然后它设计出来的这个图纸，然后交给我们，我们在这个当中建造。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施工单位的人按图施工，但是当你去遇到了一些超级难题的一些工程当中，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在我所承担的一些工程当中，我跟设计院交流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也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也确实会发生矛盾的。那么发生这个矛盾，我觉得就要看你的智慧了，你有什么理由去说服他？我们现在东方明珠电视塔，我们建造过程当中是什么？三筒体先建，然后再建它的协柱，然后在顶部再做它的球部，顶部再用桅杆提升的这样一个方法。在这样一个方法是和常规方法是不一样的。既然筒先做和它之间的横向的连接，就有很多的这些连接的方式的不一样。这个在设计图纸上是很难表达的，那就要从我们的建造角度来说，要提出我们的方案，要跟设计师来进行沟通。在过程当中，设计师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在建造过程当中难题，所以这两个岗位合作，相互之间的理解是非常关键的。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青年代表。小撒老师好，龚健师兄好，我是同济大学建筑系的一名在读研究生，听说您也是同济大学毕业的，是吗？对，土木学院。在咱们学校呀，
学土木工程的人基数特别大，每当我走在校园里，遇到的每5个人就有1个是学土木的。有时候呢，我的同学就会调侃说学土木的男生又土又木，说是理工科直男的典范。但是学建筑的男生呢，可能相比较而言就比较文艺。那您觉得呢？学土木的男生他最大的优点和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学土木这个又土又木，但是理工科的我觉得跟学文科的确实在思考方式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对吧？我们经常被说成叫理工男，从某种意义上有的时候认为我们这个不太跟这个社会上相融合，对吧？我想这部分东西就交给你们学建筑的吧。不管是学土木还是学建筑吧，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会为了我们的项目花大量的时间去设计、去调研、去勘测、去反复的修改、去精益求精。那您建造了这么多超高难度的超高层建筑，我想请教一下您，有没有被否定过的方案呢？在工程建造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会碰到很多的一些方案。在经贸大厦的建造过程当中，曾经就受到过外方的这样一个质疑，因为关键是国外没这套技术，他也不了解你。咱们这几个土木工，土木大哥，稍等一下。我发现龚总完全对这种声音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就你们开会经常就是在这种声音当中。这个现在也是我们在建。总工程师来视察了，赶紧好好干。没有打招呼，所以他们没有停。记得在经贸大厦在建造过程当中，我们也在东方明珠的基础上，然后呢又进行了改进，形成了一种新的钢柱支撑式的这样一个装置，准备在这个工程用，结果就得到了外方的反对。外方认为我们这样一个装置是很难想象是能把整个建筑能够建完。那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深入的研究，把这些难题作为我们的攻关的对象，而且我们创造了1个月做13层的这样一个记录，其中最快的有3天施工1层的这样一个记录，我也记得很清楚。当时是一个法国的一家公司，他们非常惊讶，从法国飞到上海来，他一看了我们这个工艺，他也赞不绝口。所以从此之后，实际上从国外的角度也认可了中国的这样一个装备。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不会简单的去采用单一的方案，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进行了一些自我的思考，实际上已经有一个淘汰过程了。虽然在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有一点不顺利，对吧？但最终都是实施了，最后完成的还比较好。谢谢龚烨师兄。下一位，龚老师好，小撒老师好。我现在是高2，然后我是一个拍城市风光的摄影师。您建的楼呢，我也不敢说我全都拍过，我大概说60%我可能都是拍过的。然后呢，我上个礼拜也是拍了一个 vlog， 也就是说带大家看从0米到600米上海不同的视角。Hello，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上海的常德路与南京西路交叉口，这里周围被高楼所包围着。现在正好是晚高峰时间，人流量非常大。这边设置了2条斜向的斑马线。这里就是0米看上海的角度。现在我来到了上海的南浦大桥，它的主桥长度有800多米，最高处的桥塔高度大约155米，两端就好像如盘龙卧虎一样。这里就是从100米看上海的视角。我现在来到了上海的静安嘉里中心，这里的高度大概是250米，总共有52层楼。这就是从200米看上海的视角。我现在已经到了上海的白玉兰广场，它的高度有320米高，是上海浦西第1高楼，外形酷似上海市花白玉兰。这就是300米看上海的视角。终于啊，我来到了陆家嘴，我现在就站在上海中心的楼下，从下仰望它，你可能根本感受不到它的高度，但只要你登上3件套中任何一幢楼的观光层，你就会发现上海的全貌已全部收进眼底。而上海中心的内部结构
也可以说是非常奇特的。这就是从中国最高的高度看上海。龚老师，我想知道您是最喜欢从什么高度看上海？是从0米、100米、200米，又或者是600米？这些高度是不是对您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在我们背后的外滩有很多著名的一些建筑，大家都知道，非常著名的是上海国际饭店。国际饭店它的高度也只有83.8米，它保持了中国的最高建筑的记录34年之久。就是在当时别人到上海来的时候，都会以当时的人民公园、以上海国际饭店作为背景，作为一个摄影的场所，大家都喜欢在那里留念。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头一看的国际饭店的时候，连帽子都会掉到地上的，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去经历建600多米的房。我记得在上海中心大厦观光层的玻璃幕墙还没封起来，我们可以从上边俯瞰经贸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甚至可以用我们的一个手机把整个建筑拍在黄框当中。这个是我们在下边也好，在其他的地方是很难做到的。我现在也把这样一张照片放在我自己的微信的头像当中，就是这样一张照片，我是在顶部看的。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上面看的时候，在看到的一个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也看到了自身的一个发展，所以由衷的会感觉一种幸运，是吧？和我们国家城市发展的最新的一些成就。我认为呢，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建筑也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您是最喜欢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些建筑？你说的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我们集团就是在北外滩顶层的20楼的这样一个办公室，我们往浦东这个方面看，一览无遗。所以我有的时候形容它是一个1比1的大沙盘。摄影师也非常喜欢到那个角度，因为那个角度它不光能够拍到我们90年代以来浦东的一个情况，它还能把浦西的老外滩的这个一览无遗拍进。所以正好是在陆家嘴一个湾口的地方，非常美。我是一个航拍摄影师，然后每天经常会在天际线里边看到上海的影像。然后我认为呢，如果建筑失去了人的存在，这个建筑就不是活的，而是死的。您又是如何思考关于人和建筑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呢？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用上海中心大厦来比喻，我觉得可能最形象。它从设计的理念上，就是希望改变原来传统的楼当中的这种闭塞的这种状况，所以它采用了垂直城市的这样一个理念，把我们水平城市的人们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这种状态，把它融入到大楼的不同的角落当中，为大家提供公共活动空间的这样一种场所。采用这种创新的理念，上海中心大厦还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所以大家如果到上海中心去看，就可以看到，它不像有些楼，是吧？你不在里边办公，如果你不在里边住酒店，那你就不能进去。但上海中心大厦完全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厦，在整个大楼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里边有博物馆、书店，还有免费对外开放的党建活动中心，还有60多层的在世界上非常有名的米其林餐厅等等这一些。采用这种方式的话，它就能很好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来体现你刚刚说的这个以人为本的，是吧？这个以人关怀的这种城市的发展的理念。那么就刚才那位同学是未来的城市建造者，那我就安安心心当一个城市的记录者，来把这些上海的名片记录到最好的状态，来展现给全世界的人们看。谢谢。下一位。小蔡老师好，龚老师好，我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是上海人所以呢，我觉得看着这几年我们的家乡被建设得越来越好，也是非常自豪。那我觉得除了这些比较国际化的超高层建筑之外，我们能不能把视野也拉低？我觉得弄堂也是一个我们上海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点。那在我的小时候给我留下非常记忆深刻，比如说大人们会在这个10来个平方亭子间里面乘凉。
然后切一个大西瓜，大家分着吃我们小孩也在水门汀上面打弹珠，就人与人的关系，我觉得特别的亲近所以说想请问一下龚老师，你是怎么看待上海的这些弄堂文化或者说市井文化？我呢也是出生在上海，在我小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活动在弄堂当中。就你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我们在小的时候都经历过。上海如果没有这种弄堂，可能也就不成为上海。一个城市如果它有历史的，它才会是世界的。上海之所以现在是这样一个大都市，它有很多的有历史的一些痕迹在当中。大家在关心这个痕迹的过程当中，会体会到很多的一些和一般的城市所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城市更新过程当中，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课题。老式的这些建筑里边的各方面的一些功能，实际上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需求。但是它的外表的这些文化，大家都记忆犹新，你不能把它拆掉。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还竣工了整个小区，就是弄堂的，一个一个老楼，外立面进行改造，里边的卫生设施进行改造，保留它原来的风貌，但是提升它里边的一些功能。所以这个就是城市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讲内在的一些就要体现这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发展，我认为可能甚至比我们造高楼的可能它的任务更加重。保持一个城市文化特征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要牺牲居住在那儿的人的生活质量。你想，否则的话，那么多人现在越来越多的住进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你凭什么让当地的老的居民仍然还要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去生活？所以，这种改造就是很多设计师未来要发挥你们才智的地方。对，因为当我们在面临一些拆迁甚至动迁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很多家里的老人家觉得不习惯说搬出他原有熟悉的生活那个氛围，觉得好像打麻将也没有牌友了，有感情了。对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建筑也可以更加考虑到一个人性的宜居性。那我现在其实是一名音乐工作者，然后呢，我也在您建造的这个上海商城里面的商城剧院演出过我觉得建筑和艺术它是密不可分的，包括上海其实有很多很有艺术感的建筑，比如说北外滩的复兴艺术中心它的外立面是一个管风琴的造型，甚至它还能动。所以我想问一下龚老师，您是如何看待建筑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平衡美和实用性？这个呢，有些建筑当中，实际上你在建造过程当中，实际上你能够深切的体会到的。和普通的建筑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文化类的建筑。上海只要你看的，比较有名的一些文化建筑都是我们在建的，而且还有一些改造的一些老建筑，上海交响音乐厅啊，上海的城市规划馆啊，最近竣工的还有上海舞蹈中心。其实从这个建筑当中，你就会体现它那个艺术在建筑上的。所以在建造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技术，你要充分考虑到这种文化的因素。在建造过程当中把它呈现出来。谢谢龚老师。本节目由金鸿魔法冰箱赞助播出，金鸿冰箱给你健康。其实今天我们听龚总在这开讲，从80年代讲到现在，其实我在想，不仅仅是几十年上海这一座城市建筑的变化，其实在这背后，是中国的建设者们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您讲的故事当中，最让我们震撼的那些点，其实都是创新，都是在前面人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或者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上，今天中国人的智慧如何用我们的创新，如何用我们的信心去解决问题。所以我在想，都在说中国的高度，上海的高度，未来大家都在问我们的高度的极限在哪儿。我想不用去追求外部的高度。真正的高度一定是在人的内心里。再次掌声感谢，谢谢龚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开讲，再见。